可能是因为高纬度的原因，俄军的夏季攻势似乎比以往来的更晚了一些。最近这一段时间，俄乌战场算是相对平静的，很多新闻都可以用无聊来形容。不过最近有这样一条新闻，说的是乌克兰的一架安124运输机出现在了基辅的上空，乌克兰人对此欣喜若狂，而俄罗斯人却纷纷跳脚骂街。表面上看，这个新闻非常的无聊，但仔细一想，其实这件事的背后并没有这么简单。这架运输机在基辅上空做什么呢？俄罗斯人又为什么这么生气？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一起来看看这架全世界最大的量产运输机安124，顺便来聊聊基辅上空这架神秘的大飞机。20世纪70年代算得上是苏联的黄金时代，在知名勋章爱好者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军力有了全方位的提高，武器装备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几乎是全面压倒北约阵营的。而要说短板，那重型战略运输机肯定是一个。当时苏联最大的飞机是安东诺夫生产的安22，这玩意儿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涡桨飞机，最大载重约为80吨。但安22的记录也仅限于涡桨飞机，因为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开发 C5 银河运输机，最大载重接近130吨，也就是说2架 C5 就能抵上3架安22的运力。当然有的人就会说了，反正涡桨飞机便宜，我多造几架不就能把运力补上了吗？但这笔账还真不是这么算的。战略运输看的从来不只是总吨位，更关键的是单件货物的最大尺寸和重量，常常是装一个空一半，装2个装不上。比如像 T72 这样的主战坦克，大型的导弹发射车，不单运送货物的吨位不及美国空军，效率方面也不甚理想。当然了，肯定会有朋友想，既然我整件装不上，空置率高，那我把大型装备拆成零件分开运送总行吧？这下不就能把运输机的空间填满了吗？但问题是，大型运输机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全球各地快速部署，最理想的状态是人车一体空投，装甲部队从万米高空丢到地上，落地就能开火。说它神兵天降也不过如此吧。而苏联的 BMD， 美国人的 M551 谢里登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思路，只不过实现形式各有不同，这个我们回头再说。说回安22，它虽然号称能运80吨，但它的货舱尺寸和地板强度，在面对苏联新一代的重型装备时，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更要命的是，如果用更多的小飞机来凑数，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机组人员，更多的起降架次，在一个前线机场的有限时间内，能卸下的装备反而变少了。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这无疑是致命的。最重要的是，战略空运这件事在70年代发生了2次，一次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苏联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要求下，分别对两国展开军援。比起美国援助以色列的5分钱行动，苏联的运输作业早了5天，而且运输机运送到距离也要短于美国空军，但无论是在总运输量还是装备的可用程度上，都不如美国空军来的量大高效。其中最主要的2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运载机载重量不如美军，而且苏军装备送到的时候还需要组装或额外加注燃料、装填弹药等，这进一步影响了补给的效率。到了欧加登战争，也就是1977年苏联战略大空运的时候，这个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出来。很多人都认为欧加登战争是苏联在秀肌肉，是一场空中闪电战的表演。不过根据解密的 CIA 档案，美国高层认为苏联在远程运输支援的能力上是完全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的。你可以说苏联大哥坏，但你也不能说他不行。为了证明自己还有2把刷子，一项代号为产品400的研制计划在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设计局悄然上马。虽然各项指标直接对标 C5 银河，但设计师们心里都清楚，新运输机绝对不只是对 C5 的简单模仿，而是要全面超越它，造出一架当时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运输机，给老大哥狗熊掀门帘露一大脸。因此军方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相当苛刻。首先就是最大装载量要和 C5 同一等级，目标直指120吨，潜台词就是苏联武库里的所有现役装备都要能给我原封不动的装进去。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装卸效率。赎罪日战争给苏联的教训太深刻了，痛定思痛下，安东诺夫的设计师直接照搬了 C5 的成熟经验，飞机不光屁股能开门，整个机头也能像一个巨大的遮阳帽一样向上掀开，车辆可以从机尾开进去，再从机头直接出来，装卸速度直接翻倍。最后也是最符合苏联特色的一点，那就是必须能在条件简陋的野战机场，甚至是没铺过水泥的简易跑道上起降。为了实现这个能力，安东诺夫的设计师们给他装上了一个极其粗壮的24轮起落架，把几百吨的重量分散开。不仅如此，他们还给起落架加上了可调节的液压悬挂，飞行员只要一个按钮，机头就会下降高度，缓缓爬到地上，让货舱地板形成一个缓坡，
坦克、装甲车自己就能轻松开上去，连装卸平台都省了。另外，为了减重，苏联几乎是不计成本的大量使用了碳纤维材料，占机身总重量的 5%， 必要的地方包括机舱地板都是钛合金制作的。最终，产品400最终被命名为安124，绰号为鲁斯兰。鲁斯兰是普希金城市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里的一位英雄勇士，用这个名字足见安东诺夫对他的期望有多高了。顺带说一句，英雄鲁斯兰的原型来自于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算是乌克兰传统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后来的安225最终定名是米利亚，也是乌克兰语中的梦想。不过在他们商议的时候，考虑过给安225起名叫柳德米拉，刚好和安124凑一对，而北约给安124的代号是神鹰，在诸多北约代号里算是比较拟人的。不过虽然设计安124的目的是为了在战略空运上和美国掰掰手腕，但它出现的实在是有点晚，1982年才首飞。同一年，勃列日涅夫被2楼掉下来的栏杆砸中脑袋，不久之后就一命呜呼。再过没多久，苏联就开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别说战略大空运了，连给第三世界的兄弟输血都要掂量掂量。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安124似乎都失去了它的用武之地。1991年，克里姆林宫红旗落下，一个庞大帝国的轰然倒塌，却意外地给了安124一个野蛮生长的机会。因为对于航空运输业来说，安124简直是降维打击。毕竟拉坦克也是拉车头也是拉，但美国人肯定不会把自己的 C5 拿出来跑快递业务。过去你要运一个几十上百吨的超大件，比如发电站的涡轮发电机、火车头、小船，甚至是一架完整的 EP3 侦察机，必须得动用特种卡车、驳船，折腾好几个月才能到货。现在安124来了，直接飞到工厂旁边的普通机场，把货物吞进肚子，用不了半天时间就会出现在几千公里之外。2001年中美撞击事件后，迫降在中国海南的美国 EP3 侦察机需要运回美国，但如何把一架飞机打包带走成了一个大难题。最终权衡之下，美军选择租用了一架安124，这架安124直接降落在海南陵水机场，将拆解后的 EP3 侦察机整个吞进肚里，飞越半个地球运回了美国，用对手的传家宝来解决自己的难题，算是世界航空史上非常戏剧性的一幕了。2005年，意大利决定将二战时墨索里尼政府从埃塞俄比亚掠走的国宝阿克苏姆佛肩碑归还。这座拥有1700年历史、重达160吨、高24米的巨大花岗岩石碑被切割成3段，由安124执行了3次飞行任务，才最终将其从罗马运回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故乡。如果没有安124，这趟国宝回家之路无疑会更加漫长和艰险。从德国西门子重达109吨的燃气轮机，到瑞士 ABB 公司的巨型变压器，再到各种精密航天设备和石油钻井平台，安124机队是全球高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许多使命必达的紧急运输任务，只有他能够胜任。在俄乌分家的时候，安124机队一部分留在了独立的乌克兰，归了老东家安东诺夫航空公司，另一部分则在俄罗斯，成就了另一家空运巨头伏尔加蒂涅伯航空。这两家公司，一个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靠着这几十架安124大赚特赚，几乎垄断了全球的超大件货物空运市场。只不过谁也想不到，在几十年后，这种建立在苏联遗产之上的奇特共生关系，会因为一场战争而彻底撕裂。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倾向于把乌俄战争决裂的时间点放在2014年。那一年，俄罗斯算是趁人之危，借着乌克兰政局不稳、无暇他顾的机会吞并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随即燃起战火，虽然还没有到全面开战，但安124的命运已经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俄乌之间所有关于现代化改造、重启安124生产线的谈判戛然而止。安东诺夫作为飞机的亲爹，停止了对俄罗斯境内所有安124的适航认证和技术支持。俄罗斯方面开始另起炉灶，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授权伏尔加蒂涅伯航空公司自行对安124进行技术维护和认证，也就是说，让航司自己给自己发牌照，并自行完成对安124机队的现代化改装。很显然，这违反了国际民航安全协议，也为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如果说2014年开始的顿巴斯战争还是小打小闹，那么2022年2月24日就是俄乌之间彻底的血海深仇。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其闪电战计划的重中之重就是通过空降兵突袭，夺取位于基辅郊区的安东诺夫机场，而这里正是安东诺夫航空公司的全球总部和主运营基地。在这场惨烈的机场争夺战中，全世界唯一一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飞机安124的传奇哥哥安225梦想运输机，在机库中被战火彻底摧毁。与此同时，停放在此的一架安124被确认摧毁，另有2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另一边，俄罗斯的伏尔加蒂涅伯航空公司也傻眼了。战争一开打，
欧洲的制裁铺天盖地而来，他们的安124只要敢飞出国门，落地就可能被扣押。最著名的一架编号是 RA82078 的安124，自战争开始就一直被困在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动弹不得。2023年，加拿大政府更是直接宣布没收这架飞机，准备把它移交给乌克兰。就这样，曾经联手垄断全球市场的俄乌两大巨头，一个机队被迫流亡海外，基地被毁，另一个则被死死地锁在国境之内，只能窝里横。全球超重型货物空运市场虽然不大，但没了安25和安124，许多货物都失去了快速转运的能力。在这个俄乌战争局势扑朔迷离的时刻，乌克兰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希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条新闻出现了。2025年7月11日，一架巨大的运输机在严密管制的基辅上空缓缓飞过，随后转向西方，经由波兰领空，最终降落在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这个机场正是安东诺夫航空公司在战争爆发后建立的临时运营中心。这架神秘的飞机正是编号为 UR82073 的安124。战争爆发时，它正停放在基辅的斯维亚托辛机场进行深度现代化改造。斯维亚托辛也叫做安东诺夫1，它是安东诺夫工厂的一部分，基本不承担航运业务，因此在俄军发动突袭的时候没有被考虑在内。对 UR82073 的改造从2021年就已经开始，目标是用乌克兰国产和欧美制造的部件替换掉飞机上所有俄罗斯生产的组件。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但俄乌全面开战，基辅每天受到轰炸的背景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改造工作一度中断，飞机被拆解封存。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安东诺夫的工程师们还是最终在2025年6月完成了对 UR82073 的现代化改造。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基辅上空的这次飞行根本不是一次普通的转场。从感情上来说，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把安124当作自己国家的骄傲来看待，尤其是俄罗斯人更是如此。作为载重量力压 C5 的大飞机，即便是西伯利亚挖土豆的农奴，在提到安124的时候，也会骄傲地挺起胸膛。而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在寄托着乌克兰梦想的安25被毁之后，安124已经成为了另一面旗帜。它向世界证明，即使在残酷的战争中，乌克兰的航空工业依然活着，并且有能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独立维护甚至升级国之重器。UR82073 上喷涂的像伊尔平一样勇敢的标语，说明这架安124不仅能为俄乌前线运输北约重型装备和战略资产，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关于民族韧性与未来的强大象征。而对于跳脚骂街的俄罗斯人来说，这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自己家的安124机队正因缺乏支持和国际制裁而举步维艰，被多国扣押，飞行安全备受质疑。而死对头乌克兰却在北约和美国的支持下，让一架安124顶着战火重返蓝天。这架飞机的每一次起降都像是在嘲讽其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也凸显了那段建立在苏联遗产之上的兄弟情谊是何等脆弱和讽刺。总之，从承载着苏联红色帝国全球争霸野心的迟到狮子，到苏联解体后翱翔于全球商界的快递之王，再到如今成为乌克兰不屈意志象征的战争图腾，安124的命运就是一部浓缩的后苏联时代俄乌关系史。它由一个共同的国家设计，由两个加盟共和国分别制造，在帝国的余晖下共享过和平红利，最终却在兄弟阋墙的战火中彼此对立。今天，当一架现代化的安124再次从基辅起飞，它承载的内核早已超越了货物本身。它是一个国家的坚韧不拔，是乌克兰工业的血脉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只是不知驾驶它的飞行员和地面上仰望它的人们，是否会想起那个曾经与邻国孩童共同唱过的旋律，那个他们曾经共同期盼，如今却已面目全非的最美好的前途。